别人继承家产，我继承了欠了一屁股外债的废弃仓库。陈老板，别装死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谁？陈老板，叫我彪哥就行。债务走流程，你们踹门算私闯。私闯？你欠钱的时候怎么不讲流程？就这些破烂儿，你还当宝？拿开你的脚！我就踩了，你能怎么着？何必撑着？把仓库转给我，我替你处理债务，大家都体面。先坑我的货，再找人逼我签转让协议，这叫体面。陈烨，你能不能现实一点？你这仓库已经撑不下去了。你站在坑我的人身边，劝我别死撑。不签。今天不签，我就先砸了你的仓库！不仅你的仓库是我的，就连你的女人也是我的。住手！哟，陈老板还藏了节目，剧组要求都这么高了吗？这盔甲做的跟真的一样。陈，你真行，怪不得没钱，原来钱都花在这种女人身上了。人都从你仓库里出来了，你还装？你早就养着小三儿了吧？发什么疯？我也想知道他是谁。林婉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这些人是你的敌人。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军前滋事，抢夺军资，按律当斩。别斩！现代社会不兴这个。现代社会，反正不能杀人。陈烨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但你的债躲不掉。多带点人。再犯者断手。陈烨，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。慢走不送。行，现在没人了。你哪个剧组的？还是赵括找来整我的？你受伤了？你是何人？这是我的仓库，该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从哪来的？寒门关镇北军主将沈经霜。寒门关？我军遭蛮族围困，粮草断绝，寒衣不足。我率亲兵突围求援，误入兵窟，推门之后便到了此地。你干什么？寒门关镇北军主将沈经霜求先生借我御寒军资，一件寒衣可救我一名将士，一袋军粮可让我北境百姓多活一日。寒门关8000残军30万居民被蛮族围困17日，城中无粮无炭无药，再过3日大雪不停，关中百姓至少冻死一半。求先生救寒门关！你刚才说你是寒门关镇北军主将？正是。所以那门后面真是古代？古代？算了，你应该听不懂。你这伤得先处理。你要做什么？救你。你再留下去，别说救寒门关，你自己先交代在我仓库里。先说好，我不是医生，只能简单处理，你忍着点儿。这是何物？消毒的。毒？不是下毒，是防止伤口烂掉。看见没？没事儿。你这都能站着打人，疼就喊出来，没人笑你。军中负伤，寻常事，主将不可示弱。何物作响？暖风机，吹热风的，你理解成不用烧炭的火炉。无需木炭，竟能生暖。可供几人取暖？看地方大小，你们那边要是有帐篷，10几个人问题不大。若有百台呢？百台？寒门关伤兵昂众，冻伤者近2000。
许多人不是死于刀剑，而是死于寒夜。吃点东西。此乃军粮，算是。如何使用？直接吃。此物小小一块，竟如此顶级。压缩饼干，高热量，你们行军打仗应该用得上。我军斥候已有3日未得饱食，先生，这些军粮也可交易。将军，快走！追兵找来了。追兵！两军女将果然在此。去你的！方才那道白芒是何法器？29块9标邮的法器。你刚才说寒门关还有多少人？粮还能撑几天？8000残军，30万军民，粮还能撑3日。军中尚有半数无寒衣，百姓之中老弱死伤更甚。这不是等死吗？所以我来求援。先别先生的叫，我叫陈野。先生，这是现在不确定你那些金子能不能换钱，也不知道这门到底怎么回事。但有一点我看明白了，你那边真有人快死了。第一批50件军大衣，10箱压缩饼干，20个医疗包，20条保温毯，你先拿回去救急，别急着谢。我是商人，不是圣人，这批算试用，后面要交易。陈先生大恩，寒门关必不敢忘，理当如此。若夜战有此户，蛮族骑兵不足为惧。陈爷，若我能活着回城，今夜便再来。门要是还能开，我等你。赵括说这些货是破烂，可门那边好像有人拿命在等。将军回来了，有衣有粮，我们有救了！是了。御寒军姿，将军回来了！将军，这些是朝廷送来的。朝廷若肯送来这些，寒门关何至于冻死3000人？先给伤民营。是。重伤冻患者优先。军粮分给3天未进饱食的斥候和守夜兵。活了！将军，我是不是没死？没死，好暖。将军，此等寒衣，若能多些，我军便能撑下去。会有的。将军，这是吃的。此为军粮，可食。将军，这粮虽小，却顶饿。将军，这些纱布竟如此干净。按我说的方法用，伤口先清理，再包扎。这药水竟能防创口溃烂，神药啊！刘老板，帮我看看这个。金是真的，成色很高。能出？能是能，不过你这形制有点老，不像现代金条。要是按普通黄金回收，我可以收，但如果涉及老物件，价格就另说了。按普通黄金，你倒是不贪。求先生救寒门关。秦伯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野，刚才有人说赵宽带人来闹事了。小事儿，解决了。这叫小事？秦伯，先把大家欠的工资发一部分，电费也交上。你哪来的钱？有个客户临时结了尾款。你是不是进地下冷库了？怎么这么问？你爸以前说过，仓库里哪儿都能动，唯独最里面那扇旧铁门不能碰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但你爸临走前还念叨过一句话：门那边不是发财路，是人命债。小野，有些钱来得太快，不一定是好事。这批东西放在现代卖出去都费劲，在寒门关却救回了一批人。
臣也，第一批寒衣军粮已救我伤兵营100余人，你舱中那些御寒之物，我全要。寒门关能不能活，就看你了。行，第2批我给你备更足的。你就这么把东西搬过来了，不怕我拿了钱不认账？我信你。咱俩认识还不到1天，你若贪财，第一批物资便不会先给伤兵。臣也，我需要更多寒衣、军粮、药品。寒门关太冷了，今日你给的50件寒衣，不到半个时辰便分完。许多老兵宁可自己不穿，也要批给还给冻伤的孩子。可城中这样的人，先说清楚，我可以卖，但不是白送。理当如此。第1批大交易，我能给你1000件军大衣、500条棉被、300个睡袋、50箱压缩变干、30箱自热米饭、20箱医疗包，但有几个条件：第一，物资优先救命，老人、孩子、伤兵、守城士兵优先，不能让你们那边的官员抢走。谁敢抢，我斩谁。你们那边老喜欢斩人是吧？军法如此。行。第2，通道的事不能外传，你那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已下封口军令。第3，东西分批运，一次太多，我怕门出问题。此门确有古怪，我回去时冰窟入口曾短暂消失，像被风雪掩住，片刻后才重新出现。第4，我需要你们那边的金银分批给我，不能一次办太多。为何？我这里不是你们那边，突然拿出太多来历不明的金子，会惹麻烦。你所在之地也有朝廷耳目。差不多，而且更麻烦。我会按你说的办。那就开始搬。将军，此铁兽会动，将军退后。不得无礼。这不是铁兽，是叉车，搬货用的。陈先生不愧是门后仙人，竟能驯铁兽运粮。别瞎传，我不是仙人。哼！这么多寒衣，将军真的求来了！快送上兵王！还有城西百姓棚，那有孩子，那里冻死了好几个孩子。韩征，按名册分发，反敢私藏、盗卖、抢夺处置。军法处置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别谢我，谢门后先生。门后先生，记住，韩南关还没到绝路。听说冰窟后面住着一位不愿露面的仙人，沈家先祖显灵了。这是第2批货款，金银我会分批送来，玉牌是镇北侯府信物，暂押于你。信物就算了，我怕贵重。我沈金霜从不欠人。行，那我也给你写个收据。收据？经收沈金霜金叶16枚，玉牌1枚，用于购买军大衣、棉被、粮食、药品等物资。落款：陈野。交易凭证。你们这里交易讲契约？讲，但也有人不讲。那我也讲。有人来了。自己人。少爷，你真把那扇门打开了？秦伯，你知道什么？当年你爸也是这么开始的。秦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秦伯是自己人，少爷，他是门那边的人。
寒门关镇北军主将沈经霜。寒门关？你知道寒门关？我知道的不多。你爸活着的时候，从不让我靠近地下冷库。但有一年冬天，他突然开始大量采购棉衣、粮食、药品，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。什么时候？20多年前，那时仓库还不大，你爸也没现在这些设备。可他疯买到御寒物资，全往仓库里搬。我问他是不是接了什么大订单，他说不是订单，是救命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他每天晚上都守在这扇门前，白天出去买货，晚上往门里送。有几次我半夜来，然后呢，看见地上有血水，还有血。然后你爸失踪了7天，7天后他回来了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身上全是伤，还带回来一块冻裂的军牌。还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你爸收起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你爸就不再开这扇门。他还反复叮嘱我，绝不能让你靠近地下冷库。为什么？他说门那边不是发财路，是人命寨。姑娘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出了什么事，但我见过小野他爸后来的样子，那扇门救人也吃人。秦伯，我现在不可能当没看见。寒门关8000残军，30万军民，粮衣都快断了。我这里这些货本来就快烂在仓库里。小野，你爸当年也是这么说的。他也说不能见死不救。那看来我是亲生的。老先生放心，臣也助我寒门关，我沈金刷必以性命护他。我老了，拦不住你们，但你记住，物资可以送，人别轻易过去。你最好真有数。将军，第一批军资已入库。今夜之恩，寒门关记下了。别光记，明晚继续带货款。好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把库存盘清楚，以后运货、采购、做账都得有人帮我遮掩。你想让我帮你？您不是已经上船了吗？哎，你小子跟你爸一样麻烦精。爸去过寒门关，第一次开门，送出棉衣300件，粮60箱，城中哭声彻夜未停。这是你爸写的？通道不稳，不能连续大批运输，寒潮越重，门越容易开启。不要让门那边的人过来太多，不要让这边的人过去，门会偏移。如果有人没回来，如果小野有一天看到这本笔记，关门，别关。你爸是想保你，我知道，但他也没真的做到不管。陈爷，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那我还得谢谢你。你别嘴硬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仓库转给我，价格我可以比白天多加20万。赵括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撑不下去？难道不是吗？那你看着。他还是不肯。不肯。今天那个女人，你真以为是他养的小三儿？那不然呢？陈野藏的恐怕不是女人，有秘密。什么意思？找人盯着，尤其是地下武库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靠什么翻身。这衣服真暖。少说话，盯着城外。我就是觉得像做梦，昨天还以为自己要冻死，今天就穿上了这么好的寒衣。有动静。将军，北墙发现蛮族骑兵，人数不多，像是试探。他们想看我们是不是真还有力气守城。夜色太重，风雪挡眼，攻守看不清。
去冰窟，开门。夜战正是他所赠法器显微之时。是。陈野，蛮族夜袭，现在就在城下。夜袭不怕人多，就怕看不见。这个叫强光手电，照眼睛能让人短时间睁不开。这个叫头灯，绑脑袋上，手不用拿也能照路。这个是反光背心，给巡逻兵穿，夜里互相能看见，别自己人撞自己人。这是口哨，分给哨点，别喊话省力。门后先生，此等法器可有代价？有，电池会没电。电池是何物？你理解成法力。原来如此。听着，别所有灯一起乱照，分3组，第1组照马眼，第2组照骑兵脸，第3组扫雪地，防止有人贴近城墙。头灯给弓手和传令兵，手电给哨兵。若敌军被强光所扰，我军弓弩便能趁乱射杀。对。走。要不要我过去教？你不会战场厮杀，留在这里。我谢谢你这么直接。你若出事，寒门关便真无缘了。将军有令，分发白芒法器，按此按钮可放光。啊！我的眼睛！春火照城下！放箭！我看不见了！什么东西？妖术！是妖术！照他眼睛！我能看见，我看得见路。看见就快搬箭！赢了！板子退了！门后先生的白芒法宝真能破夜袭！王子，两人前几日还快冻死，今日便算有些寒意，也不过多撑几日。他们不该撑到今日。我想知道沈经霜从哪里弄来的物资。今晚若能逼他露出倒牌，死几十期也值。我的，那是什么妖术？不是妖术，是异宝。沈经霜背后果然有人。撤，下次再来就不是试探了。怎么样？蛮族夜袭败了，好用吧？此物可改夜战胜负。29.9块的东西能让蛮族吃瘪，挺值。这是今夜战力，护岩烈已经起疑，下一次就不会只是试探。那我们就趁他下次来之前多准备点东西。将军，昨夜一战，蛮族折损30余骑，我军只伤了2人。将军，门后先生所处之地究竟是何方仙境？不是仙境，那里更像另一个人间。我要再去一次。将军，你伤还没好。正因如此，更要弄清楚，寒门关如今生死绝械于那扇门。若我连门后是什么地方都不知，如何敢把全城性命押上去？末将随将军同去。我一人去，人越多，越容易惊动陈野那边。若两良和时辰内我未回，你守住冰窟，不许任何人擅入。末将领命。你怎么来了？又打起来了？我想看看你的世界。你知道这句话多危险吗？何意？意思就是你不能随便出去，你这一身走到街上，10分钟内就能被拍上网。网上？算了，又是个解释起来能要我命的词。
先换上。为何？遮住你这身打扮，还有这个，不能拿出去。兵器不可离身。在我们这儿，你拿着这个出门，马上有人请你喝茶。喝茶？就是被带走盘问。你藏了什么？无。行吧，别拿出来就行。电灯。无油无火，长明不灭。有电就亮。电是何物？你先理解成一种看不见的力，如内力。差不多吧，但别真这么理解。此铁兽昨夜运粮极快。唉，它叫叉车，不是铁兽。别紧张，它不吃人。若此物用于军中，可搬巨石、运粮草、修城墙。谁在窥视？别，这是监控。此物为何能映出我等？摄像头拍的。暗哨？差不多，但是我自己的。他能帮我看仓库有没有人闯进来。昨晚赵括他们要是被拍全了，我还能报警。你们这里人人都可被暗中窥视？差不多。难怪你说我不能出去。你要是穿盔甲上街被人拍到，明天全网都知道我仓库里藏了个古代女将军。全网又是何物？一个比朝廷邸报恐怖10000倍的东西。全网。地心不是地心，那是救护车。救护车？救人的车，有人生病受伤，他就过去。你们这里救人也鸣号？为了让路，正常情况路人听到就会让开。你们这里的人命很贵重，若寒门关也有这样的车，许多伤兵可活。以后也许能有别的办法。小野，仓库外有人偷拍。谁？不知道，蹲在路边车里，我刚靠近，他就开走了。有人发现我？可能，多半是赵括。白日那个富家鼠类，就是他。我去杀了他。别，现代社会真不兴这个。他会害你。我知道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得立规矩。第一，通道只能夜里开；第二，你那边的人不能随便过来；第三，你来现代必须换衣服，不能带长兵器；第四，赵宽的人如果再来，不能杀，只能制服。你的规矩很多，想活得久，规矩就得多。好，我也有规矩。你说。第一，通道在寒门关一侧，由我亲兵看守；第二、第三，所有的士资入库后，由我亲自夺门，不论良人蛮人，皆杀。第四，若你有危险，立刻告知我。合着我是你们后勤生命线？是。里面是几部备用手电，还有电池，别乱用，省着点儿。我会让亲兵学习。陈爷，你为何帮我？因为这些东西在我这里是滞销货，在你那里是命。寒门关记下了。陈爷，剧组演员挺漂亮啊。阴魂不散。谁？他们拍到了。拍到背影，但足够让他们起疑。小野，这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那姑娘再穿甲出来，迟早出事。衣服在里面，赵括的人可能还在盯着。今天别穿甲露面。这样好多了。袖口太软，不便拔刀。你刀呢？未带。袖子里藏短臂了吧？防身。可以藏，但不能拔，除非真有人要你的命。
明白。为何？容易把他们吓跑。吓跑不是正好？有道理，但不利于解释。小野，又有人来了。这是准备上门捉奸，还是派短剧？怎么办？我去会会他们。陈野，没打扰你吧？你们进别人仓库，从来不问主人同不同意。别这么紧张。昨天有人拍到你仓库里在拍古装短剧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过来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。陈野，那个女人呢？哪个女人？别装了，昨天穿盔甲那个。这位就是昨天那位演员吧？陈野，你还说不认识？衣服都换好了，藏得挺熟练啊。林婉，你是不是戏太多了？我戏多？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，你说没钱，说要还债，说没心思结婚，结果呢？你把他藏在仓库里。他是何人？前任。前任？就是以前认识，现在没关系的人。既已无关，何故纠缠？你说什么？弃城之人无权质问守城之人。姑娘说话挺有意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哪家公司的？我手里有几个古风项目，也许可以合作。我不从商。别拒绝得太快。陈野给你多少，我可以出3倍。赵坤，我不是二主。陈野，你还敢说你们没关系？他这话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他都住你仓库了，还穿你的衣服，你还想怎么解释？陈野借衣于我，是为避祸。你既弃他而去，如今又与此獐头鼠尾之人为虎，何来资格问责？你说谁獐头鼠尾？你。姑娘。嘴太硬，在社会上不好混。手硬即可。行，你现在是硬气了，有钱发工资，有钱养演员，还有钱继续进货。我倒想知道你的钱从哪儿来的。我的债还没清，只要我想，随时能让人查你的账。我仓库做救灾物资，有采购，有出货，有账。倒是赵总，当初那批订单怎么黄的？要不要我也找人查查？合同漏洞是你设的，验收标准是临时改的。尾款是你拖的，你真以为我手里什么都没有？赵匡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信他？那里面是什么？冷库，我能看看吗？不能。陈野，你越不让我看，我越好奇。算了，逗逗你而已，走了。以后少说不是二主这种话。有何不妥？在我们这儿容易被误会。误会为何？就是他会以为你是我的人。我寒门关如今确实仰仗你。将军，监军萧贺带人查库，要封门后先生送来的军资。萧监军，没有将军谕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库。本官奉旨监军，寒门关上下军务粮草皆有查验之权。这些是御寒救命之物，不可乱动。救命之物？本官看是来历不明的妖物。沈将军私藏异物不报朝廷，恐有不臣之心。放屁！这些东西救了伤兵昂100余条命。正因如此，才更要查。来人，封库。我看谁敢！将军，沈将军来得正好，本官正要查验这些来历不明的军资。查可以。军大衣1000件，棉费500条，睡袋300个，压缩军粮5箱，药包20箱，其中300件军大衣已发伤兵行，200条棉费已发城西棚北向强守夜军，其余全部登记在册。萧监军要查，所有物资按赔你册发放，但伤兵行动横者优先，城西老弱优先，守城军人优先，谁敢截留一件，本将按军法处置。将军，求您别让他们封库。昨夜若不是将军发下来的棉被，我儿已经冻死了。这件寒衣是我从死人堆里捡回一条命的东西，谁要拿走，先从我身上扒。沈将军好手段。
萧监主不是要茶吗？请。大人，账对得上。既然查清了，继续发放。开库发议，诺。萧监军，既然监军关心军资，不如今晚去城西棚子看看，看看那些百姓是如何靠你口中的妖物活下来的。本官自会去。将军，今日若非您来得及时，库房怕是保不住。不是我想的及时。将军的意思是陈野教的。门后先生竟连朝堂争斗也懂。萧贺退了。不错，字比我想象中好看。我自幼习字，今日若无你提醒，寒门关军资必乱。别把我说的太厉害，我就是见过一些抢功甩锅的人。赵括那样的人，差不多。那你也很不容易。陈野，你仓库最近出货不少啊，救灾物资还是别的什么？我会查清楚的。又是那个富家鼠辈。若在寒门关，他已死3次。哼，可惜这里是现代，所以我们得更小心。将军，城外蛮族送来一封战书。等等，带上，这个也拿着。何物？望远镜，能看远处。你拿到城墙上试试，别让别人乱传。可观敌阵。对，我去便回。别冲动，战书这东西大概率是激你。你也懂兵法？不懂兵法，但懂剑人。萧贺与赵括皆属此类。差不多。我会谨慎。交出门后之人，本王自可退兵10里，许你城中百姓3日活路。若不交，明夜此时，本王图你城外留军营，取100人首级悬于关前。畜生！这竟能看出10几里！别声张。他想用流民营吊我，那我们不出，那百姓便死。去兵库。他点名要我。他不知你名姓，只知门后有人。挺聪明。你想救城外那批人？要救。明知道是陷阱。若因是陷阱便不救，寒门关军心会寒。好，那就想办法。不能正面冲，就得让他们看不清追不上，判断错。这些能救人？单独不能，组合起来可以。你们不能从主城关出，呼延烈肯定盯着。寒门关西北有一处废水闸，已废弃多年，可容小队通行。那就从那里出去。第一队带头灯和绳索去接人，第二队在另一边用强光和喇叭制造动静，假装主力出城。第三队在城墙上用手电乱扫，让蛮族以为你们要夜袭。声东击西。对，这个给假目标传，夜里光一照很显眼，让蛮族看见他们去追他们。诱敌。还有这个，提前录点马蹄声喊杀声，或者直接让人喊，声音放大后敌人会误判人数。门后先生，你们那里打仗都如此阴险吗？这叫战术。兵者，诡道也。还是你有文化。若蛮族追上救援队呢？那就用这个，老人孩子坐上去，绳子拖着走，比背着快。雪地可行。还有一点，你不能亲自去。为何？呼延烈就是在吊你，你一出现，他就知道真目标在哪儿。将军，末将去。末将带300人从废水闸出城，接回流民。你留在城墙上指挥，才能把假动作做真。他想看见你乱，你就让他看见你在城头。好，带300精锐轻装出城，若势不可为，先保百姓。
不必恋战。末将领令。这个你先试试。又是法器。通信器，距离近的话可以隔空说话。测试，能听见吗？将军在河中。不是在河中，是声音传过来了。韩征，听令。末将在。此物若可用，今夜救人便多30%胜算。电量有限，省着点儿，距离太远可能没信号。今夜若成，城外100人可活。那就让他们活。韩征，行动！末将领命。王子，子时快到了。沈经霜向来爱惜百姓，他一定会出城。若他不出呢？那便砍下100颗人头，挂在寒门关前。良人就喜欢讲仁义，这便是他们的弱势。将军，救援队已出城，按原路前进，不许恋战。末将明白。开城门，随将军杀出去，救回百姓。王子，寒门关东门有动静。沈经霜想从东门出，他定是要救刘云营。镇北军听令，随我出城。王子，不能让他冲到刘军营。右翼骑兵压向东门。韩征，右翼敌军已动，你们有一炷香。收到。镇北军，奉沈将军令，接你们回城。沈将军还没放弃我们。将军从未放弃北京百姓。老人孩子上托板，能走的互相扶着，快！将军已接到流民，准备撤离。韩征，东北方向有骑兵靠近，约200。明白。第2队断后，反光衣挂在雪丘上，强光照过去。在哪里？中计了！沈经霜骗我！传令，全军追击西北。北墙，赵明。镇北军出城，动手断后。军爷，别管我们了，你们快走吧。闭嘴！沈将军说了，要带你们回城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韩征，左侧旋风。所有人进窄道。啊！外面人回来了，沈将军把他们救回来了。点名，一个不少。将军，城外流民113人，全部入城。门后先生，人救回来了，一个不少。陈烨，你的法子成了。不是我的法子成了，是他们命不该绝。寒门关又欠你113条命。这孙子鼻子属狗的吧？赵括。小野，这样下去不行，仓库外面得清理，排水口也得堵一下。明天我找人装新监控，再把后墙围起来。既知有人窥探，为何不拿下？拿下容易，解释难。细作窥营，斩首示众，可
可绝后患。这里不能斩首，那便断手。唉，小野，你还是先给沈姑娘讲讲现代法律吧。以后慢慢讲。总之，赵括现在还不能动，他越怀疑越会盯着我，我们得让他看见一个合理解释。何谓合理解释？救灾物资仓库，从明天开始，仓库表面上要转型，棉衣、帐篷、食品、医疗包都说得通。至于冷库有血水，就说我在测试低温储备设备，能糊弄过去。糊弄一时算一时，先把账做起来。你这里的敌人比蛮族麻烦。蛮族至少明着来。有人进来了，还真敢进来！不能杀，不能重伤，最好别见血。那如何拿人？赵爷，摁倒，绑起来。此物可复人，可好用了。你们这里刑具倒精巧。赵总，这里真有问题，爬水沟里全是血水，仓库里还有脚印，对，不像普通冷库。我再往里面看看。私闯仓库还挺敬业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又是你！别杀我！细作业入军资重地，按律当斩。陈老板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拿钱办事的，你毁我东西！你私闯我的仓库，我没报警就不错了。哼，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我不知道，赵括，赵总，是赵括让我来的，他让我拍你仓库，说你肯定在里面藏了违禁货。他给你多少钱？5000块就敢翻墙？我不知道这里有他呀。他到底是不是演员啊？陈爷，这么晚找我？赵总，你的人翻我仓库后墙，被我抓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没事，他已经说了，是你让他来的，视频我录了。陈爷，别随便污蔑人。那我报警，私闯仓库，偷拍商业资料，毁坏围栏。虽然不是什么大案，但够恶心你一阵了。你想怎么样？管好你的人，再敢来，我就把人送进去。陈爷，你越这样，我越觉得你仓库有鬼。那你继续猜。为何不报官？因为现在还不能闹大。不过也不能白放。回去告诉赵括，我仓库现在在做救灾物资供应，后面有大订单，他想查，走正规流程。再翻墙，我真报警。再犯，断腿。不是说了别威胁太狠？我已改口，未说断手。看什么？此物轻便，却能复人。若用于俘虏，可省绳索。你们那边绑俘虏用麻绳？麻绳易断，也费时。你要是喜欢，明天给你带几箱。有用。行，现代小刑具安排。将军，胡延烈退兵10里，但派人散布谣言，说我寒门关得妖人附助，以百姓何为心理战？你比我懂吗？懂一点。他会喊，我们也会喊。明天让寒门关所有人知道，谁才是救他们的人，谁才是想杀他们的人。听说了吗？将军求来的那些寒衣不是山神赐的，那是妖物。蛮族说了，沈将军用百姓魂魄换妖人相助。胡说！昨夜将军才救收刘云营100多人，可若不是妖物，哪来的白光？哪来的神医？哪来的会传声的小黑盒？寒门关军民听令！怎么这么巧？就是法器。昨日夜里，蛮族以城外百姓为饵，诱我镇北军出城，我军救下流民113人，一个不少。此事全城皆知。今日蛮族散布谣言，说本将以百姓性命换妖物。那本将问你们，蛮族若真在意尔等性命，为何围城17日断粮断路？为何屠杀城外村庄？为何用流民作饵？为何扬言要斩百人首级悬于关前？将军说的对，昨夜蛮子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，说若将军不出城，就砍了我们。他们才不是救我们，他们是拿我们当诱饵。我儿若不是将军救回来，早死在驿站了。谁再说将军害人，我跟谁拼命！将军，抓到散妖之人。带上来！我们
们只是听别人说的。听谁说？伤兵王领寒衣300件，城西百姓棚领棉被200条，刘平王贺就113人，军医所领药包20箱。军资如何来，本将暂不能言，但军资如何用，本将可以让全城知道。寒衣给了谁，粮食给了谁，药包救了谁，全部登记在册。若有人觉得本将用妖物害民，大可来查；若有人想借妖物之名夺伤兵之衣，断百姓之粮，乱我军心，本将先斩他。将军威武，镇北军不弃民，镇北军不弃民。本将先斩他。将军威武，镇北军不弃民。这姑娘有主将的样子，她本来就是。你也变了。我哪儿变了？以前你只盯着货卖不卖得出去，现在你盯着他们能救多少人。可能是因为真看见人快死了。秦伯，仓库里还有多少喇叭？20多个，都整理出来。城墙、百姓棚、伤兵行都用得上。再找找有没有白板、油性笔、反光条，能做公告炮的都拿出来。说，陈野，你最近到底在做什么？跟你没关系。赵宽说你仓库可能在走私，他说什么你都信？昨晚他派人去你仓库了，对吧？我后来才知道，陈野，赵宽这个人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现在才发现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这个问题你问过很多遍了。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她才突然变了。林婉，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突然变，是因为有些事忽然不能装作没看见了。又带匕首了。习惯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谣言暂时压下去了，但护颜烈不会停。他发现硬打不划算，就会搞人心。还有一事，今日抓到的散谣细作，不全是蛮族的人。什么意思？其中一人是萧贺身边文吏的亲随。你们朝廷的人跟蛮族一起散谣？这帮人是真怕你守住寒门关啊！朝廷要的或许不是寒门关守住，而是沈家军不能再壮大。将军，粮仓起火！哪个粮仓？西仓，火势很大，风雪太急，水车推不过去。你们那边怎么灭火？水桶、沙土、湿棉被。来不及。秦伯，推车！这是何物？灭火器主，先把这个保险烧，握住喷管，对准火根，按压手柄，不要对人喷，别逆风战，别吸太多粉。将军，你不用懂原理，照做。这个盖火源或者裹在人身上冲过火场，火没烧穿前能，但动作要快。韩征，带20人，学会此物用法，其余人搬运。还有，别让不懂的人乱喷，先救粮，再救人，最后查是谁放的火。你认为有人纵火？蛮族刚散完谣，萧贺的人刚露尾巴，粮仓就起火。你觉得是巧合？若查出内贼，我必斩。粮仓不能烧啊！这可是全城活命粮。大人，火若烧毁西仓，沈经霜必担治军不严之罪。闭嘴！所有人后撤3丈。这是何物？门后先生给的灭火法器。火灭了，这法器能喷寒烟，快照着韩将军做。先搬未烧粮袋，受潮的也搬出来，火源东南角，集中喷。将军保住了。查，封锁粮仓，所有守仓兵搬运工今晚靠近粮仓者，一个不许走。沈将军，粮仓失火，事关重大，本官以监军身份要求接手调查。萧监军来得很快，本官听见锦州，自然赶来。火未灭时不见监军救粮，火灭之后，监军倒急着查案。沈将军这是什么意思？将军，此人被发现时正想从后墙逃走，他怀中还有火油布。将军饶命，小人只是怕死才想逃。谁指使你？无人指使。火起之前，有人看见你进过东南角粮堆。我只是巡查。本将只问一次，谁指使你？拿下！我是朝廷文吏，你们敢？
沈金霜，你敢动朝廷命官？萧监军，你最好祈祷此事与你无关，否则本将不介意把监军府也列入军法审讯。粮仓保住了吗？保住大半。此物救了寒门关一仓粮，库存还有不少，明天我再教你们一遍。灭火器用完得换，不能无限喷。我会让专人看管。火是人放的。萧贺，他身边文吏牵涉其中，但尚无信证指向他。这种人不会自己动手。我不能现在杀他。我知道，现在杀他，朝廷就能说你谋反。你不能杀他，但可以让他一次次露出马脚，留证据、账册、证人、物证都留好。他越急着害你，越会留下破绽。将军，城中有人发热咳血，军医说像是疫症。多少人？目前发现7人，高热咳血，其中3人来自昨夜救回的刘明营。有没有腹泻、呕吐、皮疹？军医只说高热、咳血、昏迷。先隔离。隔离？就是把病人和没病的人分开，所有接触过病人的人也要单独分开观察，不能再让他们挤在百姓棚。韩征，封锁刘明营，所有接触过病患者不得离开，调军医过去，不许百姓围观。不够，药不够，口罩不够，消毒液也不够。你那边是30万人，不是300人。先救急，病患戴口罩，照顾他们的人也戴。所有人不要喝生水，粪污脏衣血布统一烧掉，帐篷之间拉开距离，别挤在一起。我会照办。这个能消毒，但易燃，别靠火。划出隔离区、病人区、接触者区、干净区，写清楚，谁敢乱闯，按你的军法来。明白。我没病，别把我们关在一起，我还关在外面。退回去。将军，我们不是犯人，凭什么关我们？我们没病，再待下去会被他们传染死的。封锁是不是为救全城？若放你们出去，疫症传遍寒门关，你们的父母妻儿都要死。本将会送药、送衣、送粮。隔离区中每人都有热水和军粮，但谁敢擅闯出区，按扰乱军令处置。此物气味辛烈，却能净污，按门后先生所言做。将军，此症来势凶，若无良药，恐怕什么？恐怕3日内病患翻倍。我去找陈野。对，口罩、酒精、消毒地、退烧药，户外应急包也要。现货多少？明天能送？不行，今晚。小野，量太大了，会被人盯上。我知道。情况怎么样？病患23人，接触者170余人，已按你所言隔离。有新增死亡吗？2个孩子没撑住。陈野，我还需要药。我在想办法。你这里也不易。你那边是蛮族围城，我这边是钱、账、规矩、赵括，还有一堆不能解释的采购记录。这个够吗？够不够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不能这么花。所以，我又把难题给了你。别想太多，你负责稳住寒门关，我负责弄药。不能用一个渠道买，那就拆开。药店、诊所、户外店、电商、劳保市场、公益捐赠，全走。表面名义做成救灾物资采购，钱我来想办法。我信你。别信太满，我也不是神仙。我知道，但寒门关现在只有你。行了，别给我上压力。先把这些带回去，今晚撑过去，明天我给你补一批。将军，隔离营有人闹事，他们说我们要把染病的人活活困死，正在冲门，上百人冲击营门，军医被打伤了2个。我跟你去。不行，寒门关有疫症，你过去可能会染病。我这边有口罩和消毒液，比你们安全。还有蛮族萧贺乱民，你不会武。我知道我不会武，但现在问题不是砍人，他们为什么闹？因为怕被关起来等死。你去能镇住他们，但要让他们相信隔离是为了救命，得有人把规则讲清楚。我不靠近病人，
就站在你身后，真有危险，你负责把我拖回来。只许站在我身后。行。不可离我3步。行。若我让你退，你立刻退。沈将军，你比我妈还啰嗦。将军，门后先生，别跪，带路。去隔离营。放我们出去！我娘没病，凭什么关着？凭什么关着？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死在里面。沈将军，不要我们了！大家别信他们，进了这营就再也出不去了。他们有神医神粮，却不给我们治病。将军，神经双使他一直煽动我们保城里其他人。拿下！看见没有？我说中了，他要杀人灭口。给我喇叭！你们想出去，我理解，没人愿意被关起来。但现在出去不是活路，是把病带给你们的家人。那留在这里就能活吗？能不能活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我能保证，病人留在这里，有药，有热水，有军医，有棉被。你们冲出去，什么都没有。这病会传人，一个人病了不隔开，10人会病；10个人不隔开，100个人会病；100人不隔开，整座寒门关都会病。你们觉得沈将军要舍弃你们？可他若真想舍弃你们，昨夜为什么冒险救回刘营113人？那些人里很多就在这里。是将军救了我们，若他要我们死，昨夜就不会管我们了。你说他们有神医神粮，却不给病人治，你睁眼看看，病人身上盖的是什么？他们喝的热水从哪来？军医为什么戴口罩进去？药又是谁送来的？你不是怕死，你是想让别人跟着你一起乱。他是细作，他在骗我们。将军饶命！是萧剑贵身边的人让我散话，我不知道他跟蛮族有牵惹。留活口，押入军牢严审。你脸色很差。我没事。后悔过来吗？不后悔，就是忽然觉得药太少了。今晚我回去后会想办法大批采购药品和防疫物资。会不会给你惹麻烦？会，但你不是也说了吗？寒门关现在只有我。臣也此恩。停，先别谢，谢多了我压力更大。小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秦伯，找采购渠道，口罩、酒精消毒液、贴味剂、抗生素、退烧药、净水片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钱呢？先拆开变现，不能一次出太多，就分批。另外，联系公益机构，仓库从今天开始正式做救灾物资供应。现在这边得有个合法。请问是陈烨先生吗？我们接到举报，你仓库涉嫌大量囤积医疗物资，明天上午我们会上门检查。